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在如今这个资本横行的娱乐圈里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想要出名就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倍的努力。再加上选秀节目不再成为业界主流，因此普通人想要靠双手造梦就更是寸步难行。除了实力出众，还需外力支持，要么资本雄厚，要么家世背景，否则不太容易少年成名。尤其流量时代，想要单枪匹马站稳脚跟，几乎是天方夜谭。作为85后最具观众期待的小生，如今的井柏然可以说是无限风光。看着满面春风的井柏然，很多人以为他是出身优渥、衣食无忧的二代公子，却不知他身世之苦。你根本想象不到他的原生家庭有多糟糕。他不仅没有美满家庭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，甚至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都比多数人要艰难。出生仅仅28天，父母就离婚，各奔东西。爷爷奶奶将他养大，爷爷病逝之后，他和奶奶相依为命，祖孙俩一起拾捡空瓶纸箱去废品收购站交换，从而维持生计。如果不是一次意外选秀，一次电影幻觉，一介草根素人恐怕很难走到一线，成为当红艺人。正如外界对他的评价，曾经觉得他圆滑世故，后来才明白，其实人最重要的是品质。1989年4月，井柏然出生于辽宁沈阳，父母是工作伙伴，恋爱情投意合，很快步入婚姻。然而婚姻需要的是担当责任，与爱情鼓动的一时冲动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婚后夫妻关系直转直下，矛盾重重。随着井柏然的出生，父母关系不仅没有变好，反而动辄因为家庭琐事发生口角，进而上升为肢体冲突。井柏然的父亲不肯养家，整天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不说，更与狐朋狗友赌博。井柏然的母亲忍无可忍，于是提出离婚。当然，井柏然降生仅28天，母亲毅然离家，抛夫弃子，改嫁他人。这一行为对于孩子很是残忍，放在大局上不能断然评价对错。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过好，如何给后代创造幸福？母亲改嫁之后，父亲变本加厉，常常在外饮酒作乐，通宵达旦才回家。孩子在他眼中就是累赘，父母不肯照顾井柏然，养育孙儿的责任自然就落到了爷爷奶奶身上。二位老人体弱多病，仅有微薄的退休金勉力支撑。但随着井柏然渐渐长大，需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，于是爷爷奶奶合计，决定再去找些活计来做，至少要让孙儿吃饱饭，有书读。爷爷去给单位看守大门，奶奶则每天制作几百个搓澡巾，1-2毛钱一个。厂商看他手脚麻利，常常上门收购。在我有记忆有意识的时候，我的世界就只有奶奶爷爷，他们是支撑我的一片天。尽管如此辛苦，仍然入不敷出。迫于无奈，奶奶偷偷去捡破烂卖，以此补贴家用。一次被井柏然的同学看见，小孩子好恶鲜明，直接出言讽刺：捡破烂的来喽！井柏然没有觉得丢人，反而为奶奶包扎手上的伤口。年纪虽小，人却机灵，他心疼爷爷奶奶谋生不易，常常讲笑话逗他们笑，给他们捶背洗脚。井柏然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赚钱，让爷爷奶奶享福。然而小小少年的愿望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。爷爷病倒了，因为常年操劳积劳成疾，井柏然每天给爷爷喂饭，到夜壶推着爷爷散步，希望爷爷快点好起来。然而天命无常，人有寿数，爷爷还是走了。有时候成熟只需一夜。从那之后，井柏然把全部关心都倾注给奶奶。2005年，奶奶上楼时不小心摔倒，需要2000元手术费，早已家徒四壁，哪里拿得出这笔钱？16岁的井柏然第一次感到害怕，他去麻将馆找父亲，父亲一边抽烟一边打牌，随口大骂：死了算了，别来烦老子，快滚！他哭着去找已经改嫁的母亲，却被继父拦在门外：你奶奶生病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？井柏然走投无路，于是谎报年龄去打零工。他起早贪黑，废寝忘食工作，很快凑够手术费，将奶奶从死神手中抢回。他明白奶奶年纪大了，自己以后才是家里的主心骨。2007年，井柏然参加选秀节目《加油好男儿》，夺得比赛总冠军和最佳人气奖。他与华谊兄弟经纪公司签约，
正式进入娱乐圈。入圈之后，井柏然谦虚谨慎，专注于唱歌拍戏，所有心思都用在事业上。2010年，凭借首部电影《全城热恋》获得第17届北京大学的电影节最佳新人奖，这对于一个非科班演员实属难得。井柏然毫无飘然之势，自知学历和理论知识缺乏，他总是虚心求教，认真琢磨台词动作。他在片场看别人的表演，然后用在自己的角色上，从一个连镜头都不会看的人，成为了口碑演员。2011年开始陆续出演《影子爱人》《血滴子》《等风来》《失孤》，表现有目共睹。随着一波贺岁电影的精彩表现，无数路人对他圈粉。2014年影片《捉妖记》拍到一半，突然传出男主角涉毒消息，宛如惊天霹雳，震惊圈内圈外，剧组火速换人，为此付出7000万的额外代价。于是找来了身量相似的井柏然顶替出任男主角。2015年《捉妖记》首映，半途换上的井柏然走上星光熠熠的大道，不温不火的18线小演员搭上资本列车，瞬间成为票房顶流，人气爆棚。就在井柏然名气稳步上升的过程中，他专程回到自己家，跟自己的奶奶见了一面，把一本房产证和一把钥匙递到他手上，郑重其事地告诉奶奶说：“奶奶，这是我给你买的一套房子。”奶奶眼里噙着泪花，告诉井柏然说：“乖，奶奶不要你乱花钱，你自己只要够花够用就行。”井柏然为了兑现自己少年时许下的承诺，经常把奶奶带在身边，还会带着奶奶一起出席他的首映礼现场。在首映礼上，奶奶全程看完了他主演的电影。等他问起观影的感受，奶奶笑着说道：“你演的角色怪感人的嘞，我都看哭了。”2017年，井柏然在片场和周冬雨搭档拍摄《后来的我们》，突然收到一个噩耗，奶奶已经病危。井柏然赶往奶奶病房的时候，奶奶握住他的手，告诉他说：“你爸妈要是来认你，你别不认他们。我走后，他们也是你的念想。人这一辈子就是要有一个念想。”井柏然的眼角划过一滴眼泪，奶奶的生命逐渐进入倒计时。等奶奶死亡的消息传来之后，井柏然愣住了，他跪在地上，情绪彻底激动，嚎啕大哭了起来。井柏然全程操办了自己奶奶的葬礼，在葬礼上，他见到了一个令他感慨万千的人，是他的父亲。父亲告诉他，之前之所以会花费那么多时间去打牌，只是因为压力太大了，希望井柏然能够原谅他。井柏然凝望着父亲懊悔的模样，又想起自己奶奶对自己那些好，他终究是心软了，答应让父亲住进自己买的房子。母亲也时不时给井柏然探班送饭，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，当年要不是父亲种种恶习，他也不会改嫁。井柏然起初拒不接受，后来慢慢被感动，还是接纳了血亲。有人不理解，这种生了就抛弃，红了就相认的父母算哪门子的亲人？但站在井柏然的角度，也许再多荣光都是颠沛流离。他自小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宽容并不是姑息错误和软弱，而是一种坚强和勇敢。即使被伤害过、背弃过，面对2度伸向自己的手，仍然愿意牢牢握住。或许正因为这种精神，超模刘雯才会对他投以青眼。有人说，井柏然的恋爱和他的为人处事一样，宁缺毋滥。除却当红之时和倪妮恋爱官宣，再无因戏生情的其他绯闻。对比圈内的花花蝴蝶，他简直是感情绝缘体。而在和刘雯的感情上，两人都磊落无比。先有网友目击井柏然和刘雯逛街，然后有八卦媒体拍到2人先后进入同一酒店，可见感情稳定。一个是实力派艺人，一个是国际知名模特，身份也算般配。两人有说有笑，打扮时尚高调，路人纷纷侧目。虽然对于感情传闻两人均未回应，外界也有诸多质疑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无缘不聚头，两人相恋早有端倪。刘雯曾在节目中透露择偶标准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，在我看来，我喜欢的对方是要可靠诚实的。而井柏然也曾直言过，内涵重于皮囊。袁咏仪问他喜欢的女孩条件是什么，井柏然回答要门当户对，不是指物质条件的门当户对，而是指精神层面，价值观要同步，
这样的两个人才能有共同话题。几乎所有媒体对于刘雯的评价都是自然清澈。这个福布斯榜上赫赫有名的名模，日常生活中不端架子，不重名利，生于普通家庭，也是只身北漂，开启职业模特生涯。我的感情经历相对匮乏，对美好的爱情一直心怀憧憬。刘雯的肺腑之言不偏不倚，也是井柏然的心声。两人都是为了赚钱谋生，摸爬滚打数年，对于爱情之事有着谨慎观望的态度。因为这段感情悄悄铺垫，与贵圈众多情侣的秀恩爱方式截然不同。约会的内容温暖又平常，他们穿着情侣装逛超市，参与友人聚餐，像所有年轻情侣一样骑单车坐后座，连秀恩爱的方式也很接地气。刘雯会晒出两人合照的广告牌，井柏然则晒出某人爱喝的芹菜汁。没有奢侈的排场，只有两个人的心照不宣，或许也算是另类甜蜜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